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現在在統一度假村馬武都度假會議中心。昨天晚上住宿這裡，一大清早就起來散散步，我老婆還在睡覺，那我就來逛逛統一度假村。幸福草原，這裡有象棋跟西洋棋。 這是真的可以玩的。這是兒童遊戲場。前面這裡是綜合球場，有籃球場、網球場、手足球場。這邊是往戶外游泳池、會議大樓，前面是夢遊仙境。夢遊仙境有很多玩樂設施，不過現在是清晨，還沒有開放。這是魔法車站。 所以馬武都的統一度假村是比較適合親子住宿，因為度假村裡面很多遊樂設施都適合小朋友。這邊的藍沙壩形成一座小瀑布，我就在度假村裡面隨意的走走，反正現在閒閒沒事，老婆也還沒起床，那我就在統一度假村做一個小開講好了。 就回到幸福草原這裡開講好了，我就來聊一些比較軟性、輕鬆一點的話題好了。有一些算是粉絲吧，有時候會在我的影片留言說，非常羨慕你退休之後可以帶着老婆四處遊山玩水。我希望我將來退休之後也能夠像你一樣。不過你這樣的留言是有兩個誤解，第一個是。 我事實上沒有退休，我現在是在經營旅遊頻道。當然，可能是因為我的粉絲年齡都比較大，所以可能對這樣的一個經營形態不太了解。所以有時候我也會開玩笑的說，如果你認為 YouTuber 不算是一種職業，那我就是退休了。那如果你認為每天平均要花8個小時以上在拍片、剪片，這樣不算是一種工作的話， 那我就是退休了。事實上，我現在工作忙碌的程度，比起我30歲的時候，一點都不遜色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那另外，讀者可能第二個誤會是認為退休之後時間就非常多、非常閒，所以可以四處遊山玩水。那這裡可能也是一個誤解。雖然我還沒有真正的接近退休，但是我有不少朋友已經退休了。 我也看過不少一些退休人的生活，所以可能要在這邊提醒你，退休並不如你想象中的美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所謂的退休，就是指你的身體年齡已經到達一個老年階段，所以已經不再適合工作，所以你該退休了。所以事實上，很多人到達退休年齡的時候，事實上工作了一輩子。 如果沒有好好照顧自己，或是適時的休閒鍛鍊自己的話，那麼到了老年，你未必有時間可以從事休閒活動，因為你的身體或許已經病了，或許已經沒有辦法行動自如了。這是第一個你可能的盲點。而一個人到達退休的階段，並不是只有身體方面的問題而已。 有些人可能身體還非常的硬朗，到退休的時候還是生龍活虎，但是還是會出一些問題，因為退休不只是身體上的變化，還有一些心理、
情緒上的一個變化。像我就有這樣深刻的體驗，雖然到了60歲左右，身體非常的硬朗，可是，在情緒上，就是所謂的更年期吧。所以有時候我讀到孔子自述自己的人生歷練，那大家都很熟悉的：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順，70從心所欲而不逾矩。那我讀到60而耳順的時候，就有點不服氣了，因為我自己60歲的時候，耳朵就非常不順，有時候老婆講一兩句不得我心的話，我也很容易嗆回去，這就是耳不順。退休以後，你可能認為有錢可以帶着老婆遊山玩水，事實上未必是如此。那我看過太多的例子了。我現在先走回飯店吃早餐，因為老婆賴我說吃早餐時間到了，那我就先吃早餐，待會繼續開講。昨天星期一，住宿的旅客比較少。這是我的早餐，中式特餐。你還要炒青菜呀？哇，西餐也很豐盛。我用晚餐呢，繼續逛統一度假村的園區。前面這裡是相撲套圈圈。像我的工作形態的好處就是，我都是週1到週5出遊。那這段時間遊客會比較少，即使遊樂場通常也是沒什麼遊客，所以不需要排隊。那另外住宿的話，台灣的飯店都是採用浮動匯率，那週末住宿的費用都會比較高。那週1到週5相對可以取得比較優惠的價格。好，那現在繼續開講。我剛剛講到哪裡都忘記了，應該是提到退休後生活適應的問題。因為退休後不只是身體漸漸的衰老，另外情緒的控管也會是一大問題。我就舉2個實際的例子跟大家說明一下。第一個例子是我上次跟算是30年的老同事聚餐的時候，那就有人提到，我們認識的一位老同事，剛從銀行退休，結果沒多久就離婚了。沒想到他這樣辛辛苦苦的一輩子，那退休正準備好好享受晚年，可以遊山玩水的時候，卻沒想到一下就離婚了。那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可能原本的婚姻就有一點點問題，但是因為你在上班，所以早上8、9點出門，晚上6、7點回家。那中間這段時間，大家保持距離，相安無事。那一旦退休之後，整天待在家裡，因為距離太近，所以從早到晚就容易產生摩擦。加上這個年齡，子女都長大了，所以沒什麼牽掛。真的相處不來，那就離婚了。所以這就是退休不適應症造成的結果。事實上，退休還是很多生活的問題需要去適應的。那第2個例子是實際發生在我身上的，也算是退休生活的另外一種解法。就是我小女兒，她工作有時候都非常晚，那有時候回家的時候，看到我還在坐在電腦前面，在那邊剪片、編輯，她就很開心的說：“哇，老爸，看到你這麼忙碌，我真的很高興。”我就說：“為什麼？你看到你老爸這麼忙碌，你還開心呢？”那我女兒說：“對啊，你很忙碌，就沒有時間管我們。”那我聽了就很不解，我就回答說：“我什麼時候管過你呢？”然後小女兒就說：“哦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因為我最近遇到朋友跟我訴苦，他說我老爸退休以後，整天沒事。”
就是對我們管東管西，嘮嘮叨叨，所以非常的煩。所以我看到你這麼忙碌，有自己的工作在忙，有自己的興趣在忙，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好。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即使退休之後，能夠四處旅行、四處玩樂，那未必是一件快樂的事，因為玩久了你也是會累。那隨着年齡漸漸增長，體力漸衰，你可能沒有力氣可以四處旅行了。那我覺得真正讓一個人能夠快樂的是，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，只有愛與工作才能讓人快樂。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有工作可以賺到錢才能維護你的愛，我的意思是說，唯有你投入工作，那你在工作中得到一些樂趣，你忙碌於工作，你就不會去煩你的另一半，不會去煩你的子女。今天讓我覺得快樂的不是我能夠四處旅遊，事實上我旅遊也很辛苦，我2天1夜可能拍4支5支影片，我是很樂於工作，忙碌於工作。所以我覺得退休的生活就像是天邊的彩霞，你從遠處看是非常的美麗，但是你不要去有一些錯誤的幻想，以為說退休之後閒閒的，我可以每天遊山玩水，非常的快樂。那事實上我認為不是如此，你能夠持續的忙碌一件你有興趣的事情，退而不休，那才是一件快樂的事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小小的Tony開講，跟大家分享一下退休的生活可能並不如你現在所想象的那個樣子。那如果你想要有一個美好的退休生活，那我勸你從現在開始就要去培養一些你個人的興趣，而且開始要着手實施。那麼等到你退休的那一天，你就可以無縫接軌。不然的話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，退休生活其實過得蠻辛苦的，而且也不快樂。那我今天的 Tony 在統一度假村的開講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